你知道在这么多刘备扮演者中，谁才是最经典的吗？我敢肯定很多人会说新三国中的于和伟，还有月光宝盒中的元彪，但我可以告诉你，以上说的都不是。可能现在就有人疑惑了，别着急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我整理了大量的影视资料，盘点出前8位最有争议性的刘备扮演者，现在为大家一一奉上。第8，元彪版刘备，他在月光宝盒中所饰演的是刘备该角色，而这一版的刘备应该是大家最没有办法接受的了，因为该部电影完全就是一部无厘头的喜剧，再加上剧中人物的造型也相当的夸张雷人，甚至他的夸张程度和想象力完全不亚于当年火爆的东成西就，以至于刘备在里面也非常的皮，而这完全颠覆了刘备忠肝义胆的形象。虽然在当年看的时候还挺欢乐，但是如今再拿出来就有点辣眼睛了，因此只能将他排在第8。第7，杨佑宁版刘备，他在真三国无双中出演的是刘备，要是我们从三国的视角去看的话，确实会显得有那么一丝的尴尬，而他作为刘备的饰演者，从颜值上来看的话，的确没得说，因为他脸部线条非常的匀称，所以不管他是演古装还是演偶像剧，都会显得非常的帅气，因此他比较适合演武将这类角色，而饰演刘备该角色会显得有点违和感，甚至还有非常多的网友质疑是不是和关羽拿错了剧本，而我们从他的外观形象来看的话，确实更加适合演关羽这类角色，或许角色换一下就会非常有感觉了。第6，方中信版刘备，他饰演的刘备眼神犀利，气宇轩昂，堪称史上最帅刘备，而他在电影《关云长》中通过精湛的演技，不仅将刘备的仁德和智慧表现了出来，还将他坚定的信念都表现得淋漓尽致，甚至还能让观众深刻感受到这位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。虽然他的外形与《三国演义》有些出入，但他的演技却可以让观众觉得刘备这一历史人物栩栩如生，甚至还对这一角色有着更加深入的认识，因此他饰演的刘备形象让大家印象深刻。总的来说，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演员。第5，游泳版刘备，他所饰演的刘备在一出场的时候就被大家吐槽了一番，因为观众都纷纷习惯了他在《天下无贼》里所饰演的贼老二，而这突然转变成了忠肝义胆刘备，这前后的变化差距确实会让观众会有点接受不了，并且他饰演的刘备看起来虽然非常年轻，但脸上却有很多皱纹，而这也极其影响颜值，因此只能将他排在第5。第4，月华版刘备，他出自于《剑龙卸甲》，虽然这部电影的主角是赵云，但是月华在其中扮演的刘备也显得非常的好，即使全程只有短短的10分钟镜头，但是月华还是将刘备饰演的淋漓尽致，并且他还将刘备的虚伪凸显了出来，而一开始嚷着救献帝，到之后自己做了皇帝那种得意，老戏骨就是老戏骨，不服不行，由此可见将他排在第4，实至名归。第3，严屹宽版刘备，他曾经还被评为天涯四美，而在当时他不仅是年轻一代的演技派代表，更是娱乐圈中的颜值担当，但是严屹宽非常的反感大家这样称呼他，而他在武神赵子龙中扮演的刘备，龙凤之姿，面如冠玉，唇若丹红，但是与书中说的耳垂直接垂到了肩膀，双手自然垂下也超过了膝盖，这样的外貌有着天差地别感觉，因此只能将他排在第3。第2，于和伟版刘备，他出自于新三国，而新三国与老三国对比的话，虽然存在一点差距，但是剧中的某些角色已经超越老三国了，而于和伟饰演的刘备就是其中之一，因为他不仅将刘备稳重的一面演出来了，还演出了一代君王的英姿，并且面对国家的危难还拥有睿智的一面，因此他饰演的刘备显得非常全面，并且也非常接近真实的刘备，由此可见他是极其厉害的。第1，孙延军版刘备，孙老师他是国家1级演员，早先的他是以出演话剧而出名，而他在94版《三国演义》中成功将刘备的形象演绎了出来，而他最出彩的几处场景就是青梅煮酒论英雄、三顾茅庐等等，看起来都极其的经典，再加上孙延军老师把刘备的那种枭雄气质演绎的淋漓尽致，惟妙惟肖，这就让大家不由得会想到主攻刘备该角色，所以他饰演的刘备更加接近真实的刘备，由此可见将其排在第1，实至名归。